大家好，这是2026年4月26日，这个是小港机场。一大早我就出现在高雄小港机场。这次呢，我并不是要去旅游，而是非常荣幸呢受到亚太两飞中心 FFTC 的正式邀请，以台湾的香蕉专家的身份，要去印尼雅加达参加国际性的 DFNet 热带水果联盟的交流工作坊。这次呢，总共有来自日本、韩国、越南等10个国家的农业精英，那一起呢，我们要来讨论如何在气候变迁下保护这些热带水果。顶着台湾农业专家的头衔出国，心里除了兴奋，更多了一份责任感。我第一次到小港机场来，那找了一个这个计程车轿车，那它非常的快速的就提前抵达，所以我到的时候柜位都还没开所以就在机场里面走来走去。因为第一次到小港机场嘛，那就大概逛逛这个国际线长什么样子。一开始他就先带我到楼上的这个出境，然后还有就是，我就想说，那可以走到楼下的这个入境处，也可以看看因为在下一个月呢就要办这个国际研讨会，到时候我要来负责接这些贵宾。好，那就出来了到这个外面来等这个等一下飞机要起飞。那其实还是有很多时间的，所以我就想说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店可以逛。不过毕竟是现在要出境所以其实买东西好像也没有很方便，所以我就先看看再说。那最近呢，这个时候我是想要买耳机，就是休克斯的一个那个运动的耳机所以我就来看，结果看好像5500、5600，然后买起来也没有特别便宜算了。那因为时间真的很多，所以我走一走呢，就仔细的看看到底有什么有趣的装饰。基本上它的班次没有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的国际的班次没有很多一个班次飞出去以后就等一段时间这样子。那所以人也没有太多。那这边形状是呈现一个U 的形状那我在 U 的这个左边。那其实右边也是长得一样，它是一个对称的形状。那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装饰还有一些融入高雄的特色，或者是这个台湾的特色，非常的有趣的一个设计。那因为时间很长嘛，所以我也跑去找那个盲人按摩，简单的按了一下，放松了一下这个这次除了我以外，也有好几个台湾专家都要前往。不过因为他们身份的关系还有工作内容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从桃园直飞比较快。那我的话，因为想说在小港一早住屏东小港，再从小港这样飞应该还可以吧，这样子。结果就只能孤独的一个人飞不过我想想也没关系，趁这个机会可以去非常有名的这个香港的机场看看这个大家都会去香港转机嘛，看看到底有多忙碌的一个机场。这一次的活动呢是4月27号到29号，那总共有10个成员国，包含我们，然后日本、韩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纽西兰、菲律宾、泰国以及越南，总共有26位核心的专家，还有在地的一些相关的人士，总共大概有80个人会参加。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FFTC 哦？它是由亚太理事会成立，总部设在台北。那它主要是扮演亚太地区这个农业技术的转译者的角度哦，收集亚洲各国的最先进的粮食生产的技术哦，然后再把这些知识散播给亚太地区的农民和研究人员。所以在我国的这个外交和农业国际合作上是非常有关键的战略地位。这也是我第一次搭国泰的飞机哦，所以想说看看国泰飞机有没有因为我主要一般都是搭华航最多了，我想说看看国泰有什么不一样。一上来就发现怎么空姐的衣服有这么多不同的形态哦，然后有看到空服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国家，还蛮特别的。当然也有台湾人啊，香港，然后泰国人这样子，都蛮有趣的。然后起飞了，飞在这个高雄上空的感觉真的是蛮有趣的哦，有一种搭载着就是台湾的希望，然后要到国际做交流的感觉。那这班飞机大概1个半小时就会抵达，不过还是有准备简单的餐点，然后就很快的就看到香港到香港的上空，就像在以前常看的这些港片电影里面看到的样子原来香港长这样子有很多山，然后很多岛，真的蛮有趣的。准备要降落啦，它有这个前镜头，很漂亮。顺利降落了。那这一次呢，就是 FFTC 它发起了这个跨国网络计划它现在是第3期的这个计划尾声，准备要迈入第4期。那主要的目标是针对极端气候，包含暴雨、干旱、新病虫害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经济作物所以才召集了这些国家，包含我们的香蕉、泰国的榴莲、菲律宾的凤梨等等共同建立数位资讯平台与技术指南，协助各国农民面对气候面前的这个冲击。虽然机场很大但是不会太难，就是顺着路走。只是说一走出来，我就傻眼，想说要搭地铁啊，是有多大多远啊？不过还好了，就是没有很麻烦，只是就是有点傻眼。然后很快的到了另外一端，我也不知道到底在机场的哪一端然后就搭着电扶梯上楼，然后继续往前走，跟着人群走，一直走的，然后突然就到了一个好像很宽广的地方，然后他们是说，不要去逛，先去这个先去安检不然等下时间怕不够。转机还是要安检的很快就安检完了其实我是还好，因为这个班次就是时间中间间隔的时间还蛮长。不过我后来回程的时候就真的蛮赶的，就是一直在那边前面怎么还不赶快？前面怎么还不赶快？非常紧张。然后很快就到这个很大的广场这里，这个我真的走出来，我有点吓到，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几层到底在第几层。它是一个呈现一个就是很多层的一个状态，然后走一走，到底这里上面好像可以上去，可是我要去楼上的电扶梯在哪？就会一直呈现这样的状态，然后整个就会很迷路。然后我又发现，它的 gate 也太多了吧？那我到底是在哪一个 gate？ 完全找不到。不过还好时间很多，就慢慢走，总是找得到的。
先到比较上面的地方来看，看看路要怎么走。走一走啊，肚子饿了。刚刚好像有吃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迪士尼的专卖店，有这个任务需要来看看，这里专卖店有卖什么不一样的一些商品。在日本的时候，常常在东京逛那个迪士尼店，然后不然就是要帮忙代买。好，那现在出来想说不然先找个吃的好了，然后就看有什么可以吃，有什么可以吃，这样子一直在看啊，最后找了这个炒河粉，非常的贵我后来才知道说，难怪大家都吃麦当劳，因为麦当劳价格相对是比较实惠的。那现在这边走出来是一个他们所谓的空中花园，我那时候看到空中花园，想说可以来看看是什么，结果原来是室外吸烟区非常的吓人，然后就赶快退出来了。这边是小孩的游乐区，然后呢，在这个路上，就是走路上会有很多这种小的这个车子。然后终于找到麦当劳了。那现在这边是23号，23的 gate， 然后继续往前走。真的很远。这里可以看到下面。到底我的 gate 在哪里？答案就是呢，从这一条要走到底。走到底以后呢，它就是左边跟右边这样子，然后我是在右边。那你现在看到这边是往左边走。走到底以后往左边走，然后为什么我要走来这里呢？就是我在找咖啡，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咖啡可以喝？我快睡着了。它这个有很多这种车子，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它卖很多香港传统的一些零食点心。那当然不止香港的，也有一些其他的。然后就走，继续走。有小小的玩游戏的地方。然后真的很无聊啦，然后我就在那个我的脸书上面发说，香港机场也太大了吧。结果我有一个就是以前大学时候的这个学妹就回，结果她人也在香港的机场，不过她在另外一边的 gate， 然后就非常的远，就是算了，以后回台湾还比较容易见到，因为业务往来的关系，还比较容易遇到。好，那到了我这个 gate 然后应该是我的飞机吧，应该吧。发生什么事了？我赶快过去看，结果竟然是飞机有问题所以还要再延最后他这边是写延1个小时，实际大概延了2个小时。看起来是那个飞机有问题，然后全部的行李都下了，然后到另外一台飞机，另外一个 gate 再起飞这样子。那我在这个时候呢，也赶快的用这边的 WiFi， 然后写 email 给那个就是印尼那边的，就是印尼那边的朋友请他们去转达接机的人，说你们到时候要等我，要注意结果就是我就没有网路了嘛，然后就准备登机。这一次印尼这边办的单位呢，他们是 Bring 跟 NFA。Bring
ERIN， 就是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那它是2021年呢由印尼总统下令成立的一个单位。那它简单来说，它就是把印尼的以前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单位全部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型的超级智库。等于是在印尼国内有绝对的学术研究地位的，然后这一次是由他们来做一个落地主办。那另外还有一个单位是 NFA， 就是印尼国家食品局，那它主要是负责粮食安全和政策分配的这个中央政府机关。好，那很快起飞了哈，可以看看这个傍晚的香港天空，其实也是就是香港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看看这个天空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一趟相对前一趟是比较远的，有6个小时，所以食物也看起来比较好。那也有哈根达斯哈。因为一般来说，经济舱的这个座位对我来说比较小了，所以我其实是睡不太着，然后就看看，这个，因为它就是很黑嘛，然后就看一看，下面有一些亮点，然后就看着那个地图，想说，是不是经过哪里？是不是经过这里了？是不是经过这里了？这样子。然后现在已经到了西爪哇这边所以看到西爪哇岛上面的话，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它的灯相对比较多，就是比较热闹了。整个城市是比较热闹的，就是你可以想想雅加达到底有多少人就是有多少，就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准备下降了吼。那雅加达跟我们的时差是1个小时他们慢1个小时，所以算起来，抵达这边的时间就是，但是台湾已经晚1个小时嘛，那通常这时候已经差不多要准备睡了所以真的是感到非常的疲劳。那雅加达机场是蛮新，然后很大的，然后有很多他们的很有印尼特色的一些装饰，这些图腾纹路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在施工。那今天虽然是大部分都在坐飞机，但是因为在香港也走了很多路所以很快就有也是有凑到1万步，然后就很快就出来了，然后呢就要等行李。我的行李呢刚好在非常的后面，所以等了很久，我就真的很紧张。我想说，哇，外面这个接机的人就是找不到我然后一直在找我。我一下飞机我就看到，哇，我的这个，因为我有印尼的网络，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哇，传讯息给我说你在哪这样，然后所长也找我说在哪里这样子。原来我写 email 请转达的那个印尼人跟我说，印尼同仁跟我说 OK， 他知道了，结果他没有跟其他人讲我头很痛。那些那个接待的，像这个 Rita 他们都就是很紧张，都找不到我这样子。那一出来这边有一家就是全家，然后还有一家这个中式料理叫做士林，就是士林夜市的士林，非常特别。好，这2位同仁呢，他们就继续在就是 Rita 就继续在机场接后续的还有菲律宾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我就到我们住的这个饭店在雅加达。我后来有查这真的是一个很高级的饭店在这里，然后它的2楼也有那个游泳池，户外游泳池。那我到雅加达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好吵就是因为路上非常多的机车，所以这些机车就一直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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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非常的有趣他们的交通很特别。那我到我住宿的地方的，就是这一层的时候，它电梯一出来，它还是一个户外，就像这个照片的情形这样，所以就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很多喇叭声。不过房间的这个隔音倒是很好，这个房间非常的大，但是说真的很累到这边就是等于是雅加达11点半，那台湾就是12点半。
然后很有趣哦，我们的前面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然后后面就是我住的房间的那个窗户打开，它是超级乡下的一堆低矮的平房这样子。然后这个街道我非常的困惑，要怎么过啊？要怎么过？找不到过去的方法。那最后呢，就到便利商店，然后看看香蕉多少钱，那就准备睡觉了。感谢大家收看这部影片，谢谢。